我高中就一直很向往 B 站 UP 主玩的那些主机游戏，特别是大佬纯黑制作的《刺客信条：无伤小电影》，剧情、操作、剪辑都是顶级。我后面也在手机上尝试用各种模拟器玩这个老版本的《刺客信条》，此后又在网吧玩了《虐杀原型》，直到现在我依然会想如何在手机上玩那些游戏。此前我们弄好了串流，那么这次我们就来试试直接在手机上本地运行，真正做到随时随地玩。毕竟现在手机性能都那么强了，再加上个手柄，其实就是一个小掌机。而且现在手机、平板玩 PC 游戏也不是啥新鲜事了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实际的一个效果，稳在120帧，好吗？好，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打它的这个星际战甲，差一点点就稳在60了啊！已经稳在60了。你看这个时候这帧率起来了，我操！你敢想？然后而且我们调过这个分辨率之后都是全屏的。然后在轨迹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帧数也是非常可以的啊。你看现在就是60帧稳定在运行的。OK， 怎么样？这个感觉是不是就非常可以？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咱这个小小的教程。这类的模拟器有很多，我们今天就讲最简单的那个，当然也是普通玩家用起来最舒服的盖世游戏。这个游戏是盖世小鸡整的这个游戏平台，功能很多，像主机串流、云电脑这些，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了解啊。我们主要就来看看它 PC 游戏模拟的功能。它比其他的模拟器有一个巨大的优势，就是它支持 Steam， 除了可以导入本地游戏，它还可以在软件里面登录 Steam， 然后直接下载我们库里面的游戏。而且最近更新的新版本还支持家庭库，这个就很爽了。而且网游它也是可以直接游玩的，这个表现还是非常 nice 的。当然，我们就是纯分享这个好用的软件，没有任何商业合作。而且这个软件的版本有的时候也 OK， 有的时候也不 OK，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稍微学习一下的。那我们点上收藏，我们会先介绍本地游戏的导入，然后是 Steam 游戏的导入，再就是软件的设置以及这些选项应该如何调整。里面有一些内容其实也是我在网上收集了各路大佬的一个经验，应该是可以说目前 Gas 游戏比较详细的一个使用说明了。当然也感谢各位大佬以及各路玩家整理的机型支持列表，是真的非常的详细。后续我们也可以投入到这个表格里面来，把帧率、芯片啥的都填一填，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游戏环境。然后有一点需要注意啊，目前模拟器支持的比较好的依然是骁龙芯片，天玑芯片因为驱动问题目前还是支持的比较差，这点需要注意啊。推荐大家直接使用 Steam 下载游戏，这个体验是真的很好，正版可以触发成就，也可以同步云存档，还能够在自己的电脑上接着玩。我会整理好我视频里面提到的盖世游戏的安装包、游戏的支持列表，但不会提供游戏本体。我再强调一下，盖世游戏它只是一个工具，本身并不提供任何的游戏内容。我们所有的演示都是基于自己购买的正版 Steam 游戏。教程的目的也只是分享怎么在手机上面更方便的体验自己的正版库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正式开始咱们今天的教程啊。首先，我会把所有的软件就比如说这个盖世游戏，还有需要用的这个 MT 管理器这些东西整理到我的这个链接里面。然后我们先安装它这个盖世游戏的一个版本。我们现在安装的是这个 5.10 的一个版本。这个版本它在那个 Steam 里面，它是可以显示是否支持的，就是不是完全支持。这个待会儿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直接安装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它的官网下载，当然官网下载的就是最新版本的。然后这个它是会有一个发现风险的一个提示，这个大家可以不用管。好，已拒绝使用获取这个敏感权限，这个不用管。然后到我们下载到的这个地方，现在是简单安装好了，然后点击进入，然后就进入了横屏的一个操作界面。然后这个它是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它不挑手柄。就是说，虽然说是小鸡模拟器出的，然后我也专门买了小鸡的这个手柄，但是它其实是并不挑手柄的啊。然后还有一个点，就比如说，你看我现在用这个
小鸡它官方的那个最便宜的，也是卖的最好的这个手柄没有问题，这个手感就差一点，但是整个握持其实还行，就是这个触感有点差，然后没有震动。然后你看这个是第三方，这个是米墨的，都是可以直接操控的，而且也可以支持震动。这个就是贵一点的手柄，确定。但是在这里有个点，它是需要我们登录的。然后我这里是选择的微信登录，然后大家就看大家自己，因为毕竟是他要去登录 Steam 嘛。好，这里我微信登录一下，稍等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直接用自己的微信登录一下。好，这里它会提示我们绑定手机号，但是其实这里是可以直接跳过的，我们点这个 X 跳过。然后这里是会有一个什么 Steam 家庭的一个支持，但我们暂不更新，这个推不推送无所谓，取消。然后它的整体就是这样子，它这个我的这里它其实是支持很多其他东西，比如说 PC Link、PS Link， 然后 Steam 这两个串流我们就不演示了，这个没必要。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，它这里登录 Steam， 一个是登录 Steam， 一个是自己导入游戏。然后我们现在来为大家演示自己导入游戏怎么导入。我们就先把它给关掉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，我们准备了一个2日的安装包，然后我们需要用到的是这个 MT 管理器，用这个去解压我们的这些游戏，它会更方便一点。特别是有的那个游戏的压缩包，它是1、2、3、4这样连着的，必须那样子从第一个开始解压，然后其他的自动解压的那种，这个要用 MT 管理器会更方便一点。就比如说我是直接从电脑上面传过来的，然后我的文件夹就是在 download 的这个小米互传的这里面，比如说这个，然后我们长按它，这里解压到。然后这里要注意一个点啊，就是一般的话，可能游戏它都是中文的，或者说你的路径是中文的，你需要把它解压到这个没有中文的一个路径。比如说我这样子，那我们确定解压，然后等待它解压完成。当然这个是仅做演示啊，我是更推荐大家直接使用 Steam 直接下载，那个是真的很方便。如果是用这种解压的方式，然后安装其他的这些游戏的话，一个是版权，另一个就是这些游戏其实你下载下来其实乱七八糟的，你不一定能够直接玩，你整个过程其实很痛苦。这个也是我找了一圈才找到，发现这个2日它整体的过程其实是还可以比较舒适的，就直接解压完成之后选择对应的一个启动路径，它就能够正常的启动。好，现在解压完成，那我们这里就可以退掉，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 Gas 游戏。但是它这个一直会弹啊，这里就先给它允许，或者直接给它拒绝掉。比如说我的，然后这里导入 PC 游戏，然后这个权限是要给的，就是授予文件的一个管理访问权限。然后给完之后，然后我们找到自己解压的那个文件夹，比如说我的就是 download， 然后小米互传2日，点进入，然后它只有一个 EXE 的启动文件，选择它。然后这里它就会自动识别到我们的这个名字，还有这些东西，你可以自己去定义，然后这个图也可以自己换。然后如果你要换封面的话，就自己给权限了啊。然后这里我们选择确定，然后这里它就会直接自动给我们下载推荐的文件，它会检测当前的这个游戏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组件或者说依赖。一般来说比较简单的游戏它都会自动的给我们下载。好，这里下载好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启动。然后连接手柄的话，这个一般是推荐大家手柄游玩，但是我这里可以选择先用这个，就是先模拟手柄，然后待会儿直接手柄插上去，它就会自动连接上。然后那个模拟手柄就会取消掉。2日其实非常简单，它一般的话默认的推荐设置都可以直接进去，你看直接就进来了。然后这个条条它默认也是在这儿，大家可以直接给它移到上面去。我个人是更喜欢移到上面去这样使用。
然后这个就等一个进度条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比如说我们连接了手柄，当它这里就会弹一个手柄设备已连接，然后这里这个虚拟按键就会自动的隐去。这个我觉得是做的非常好的一个点。然后有一个点啊，然后它默认是锁60帧的，它一个是为了控制功耗，一个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游戏体验。但是如果像2日这种游戏比较轻，整体的压力是稍微轻一点点的话，其实我们是可以开启的。怎么开启呢？这个一开始我玩这个的时候是踩了很多坑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启，我一直在换版本，结果发现，哎，它直接这样滑一下，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是触摸的一个按键，然后一个是屏幕触控板，一个是手柄的管理，然后在这里它就有一个性能，在这个提示里面你就可以开启帧数的限制。你看目前的是限制在60帧，你可以拉到120帧。然后 HDR 什么 CRT 显示效果、超分辨率这些，一般来说默认是不需要改的。然后功耗倍率修正这个是可以开一下，然后可以看到你现在整体的一个功耗。然后其他东西小白的话就不建议去动它，然后我们等待它整体加载完成就 OK 了。好，你看非常顺利的就进来了游戏，而且我们因为开启了120帧，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是120帧运行，它整体的这个压力是比较轻的啊。你看，然后有一些游戏它可能默认就是一个英文，可以自己去改一下。你看，这样的话整体的这个操作就会比较的 OK。然后这个是仅做一个演示啊。这个就简单说一下，这一部分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 Steam， 这个我们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它实际的一个效果。好，这里我们直接跳过了序章。你看，像这类独立游戏，就可以以很高的帧数游玩。你看70多帧，而且这是没有经过任何调整的，这个体验是非常棒的啊！好，这就是我们导入本地的游戏，这个我们就不做详细的演示了。其他的演示，像那个 PC 游戏设置这些兼容性，这里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去讲。在 Steam 这个章节里面来给大家讲 ，OK， 现在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 Steam 这里是需要登录，我们直接登录 Steam， 然后这里就会挑一个授权，然后这里我们要选择，假如说你和我一样是用的这个客户端的话，就是用的 Steam 手机的话，你是要选择这个 Steam 客户端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在江苏，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其他。然后选择登录，那它就进去了。好，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team 库，这是我 Steam 里面的游戏，不多对吧？但是新的版本是支持这个家庭库的，我们要在这个上面玩哈迪斯。然后如果你没有 Steam 账号的话，其实在这个上面它也是有一个试玩版的，试玩版就是可以直接下载，也不需要你登录这个 Steam。然后如果你有 Steam 账号的话，你就可以去尝试去看一下我的那个知识列表，看那个知识列表里面有没有你的想玩的那个游戏，或者说你自己去试一下。OK， 这个我就不直接下了，然后我拿这边的这个 K90 Pro Max 来给大家演示。我现在来给大家演示，就比如说我在这里下载了我的这个哈迪斯，你会看到它这里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云存档已经是最新。然后正常下载游戏的话是这样啊，
比如说我下一个小一点的，还是2日。你看，我们登录 Steam 之后，如果是我们购买来的游戏，它就会直接可以点击获取游戏，然后它会显示本地可用空间是43G，然后它需要占用的空间是7.39GB， 我们就选择下载。但是你看这个软件目前是有一些 bug 的，就是我们下载的话，它会有点需要退出去。好，你看2日现在在下载了，我们可以查看详情，点击继续，就等它下载完成。然后下载完成之后，就可以直接进去这个里面兼容性。之前是可以的，之前是有这个支持的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更新完了之后就没有了。然后这个需要等我这个下载完成，这个稍微等一会儿，尽量给大家一个完整的演示啊。它的优点就是不需要我们去找游戏，直接我们库里面的游戏还能直接和它同步上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点。而且它也支持这个成就的一个同步。其实 Switch 都，如果你只是玩 Steam 里的这些游戏，其实 Switch 都不需要买啊，直接你弄个手柄，然后搞一个这个 Guess 游戏的这个版本直接下就行了。那你看。你看，现在就是60帧稳定在运行的。好，现在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需要修改的一些东西啊，就比如说《哈迪斯2》这个游戏，它默认打开的话，如果是我们的这个默认的这个分辨率，它是1280×720P， 然后我们打开。哎，你待会儿就会发现，它打开的画面两边其实它都是有黑边的。那它是这样子，两边是有黑边的，玩起来也是这样子。那怎么去修改呢？然后这里我来告诉大家 ，Guess 游戏它默认读取到的这个分辨率，它其实是不对的啊。比如说，它默认读取的分辨率是2464×1152，但其实我们的分辨率不是这个。我们可以到自己的这个设置里面去看一下，我们的分辨率是2608×1200。那一般的这个游戏，我们都是在这个屏幕上玩，其实以这个720P 的分辨率玩就够了啊。因为如果这个分辨率我们调太高的话，它这个压力是很大的，所以这个帧率和操作就保持不了。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切换成这个720P 的分辨率，同时可以拉满呢？比如说我们这个2608×1200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叫小爱去搞定它。2608×1200，我需要等比例缩放到720P 的分辨率，它的分辨率是多少？720P 的标准分辨率是1280×720，对于2608×1200的原始分辨率，要等比例缩放到720P，需先确定缩放比例，宽度方向的缩放比例为。那么它的这个缩放出来的就是1280×588，我们可以来试一下。到这里游戏分辨率。1280588，然后这里再点一下，它就是 OK 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。那现在是 OK 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分辨率换一下 ，OK， 这样的话它就是全屏了。
就是两边也都有，我们可以瞧一下。而且整个这个分辨率下来，其实我们的这个流畅性它是会提高的。你看现在就稳稳的在120。好，这是一个点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下这个软件里面最关键，也是最容易看懵的一个东西啊，就是它的兼容性。就是这些东西，它到底怎么调，分别代表什么意思？好，那简单来说，这些东西就是通过这些东西转换，从而让我们的手机假装自己是电脑，顺利的去跑起来那些 Windows 的游戏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这个兼容层。它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翻译官啊，它就是把电脑游戏的指令翻译成这个手机能够听懂的语言。首先，我们官方推荐的就是这几个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首先就是 Proton 9.0-x64-3这个，其次是这个10.0 ARM64。本来是有这个 Win-E 9.5的，但是现在它是只有 Win-E 10.6-ARM64。它其实就是不同版本的一个翻译啊，就是不同版本的一个转译。然后每个版本还有这个稳定性它都不一样。就是如果你玩游戏进入游戏，它会如果遇到了闪退、黑屏、帧率不稳，你就可以试着去换一个兼容层。然后这个转移参数，这个其实就很好理解啊。首先就我觉得比较稳的就是兼容和稳定这两个。然后游戏预设它是默认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游戏预设，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情况。如果前面几个你觉得都非常稳，然后你想提升一下性能，你可以选这个极限或者性能。但是有些情况下它这个兼容性它是会变差，就是比较容易出现闪退啊。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函数库，函数库这个就直接优先原装就行了。然后音视频解码这个没有问题，就不要去动它。然后下一个 GPU 的驱动，一般这个就选择默认就行了。你看现在就是8亿进5，如果你想调，你比如说现在有更新一点的，什么849.0，然后你就可以把所有其他东西先固定住，然后再去调这个，你看看有没有提升。就主要就是这样，一般来说不用去动它。这个表面格式不用去动，然后音频驱动也不用去动。然后下面的这两个 DXVK 版本还有 VKD3D 版本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首先是这个 DXVK 的版本，它其实就是游戏的图形渲染层，它主要就是决定游戏的画面能不能正常的显示。就比如说，如果我们用的是骁龙芯片的话，就是高通骁龙的芯片，然后上面选的是这个X64的这个兼容层，然后我们就优先选择这个 1.10.3， 然后再就是我现在选的这个 2.31， 然后也可以选后面带这个 ASYNC 的，这里面的这个其实是非常大、非常多的版本。然后下面这个 VKD3D， 这个一般来说就是选择这个 2.12 的这个版本，一般就不需要动了。然后 CPU 转移器，这个在我们调试稳定之后，就是可以自己手动去尝试调的一个新的版本。但还是一个就是要控制变量。最后就是 CPU 核心限制和这个显存限制，这两个先讲 CPU 的核心限制。CPU 的核心限制一般来说不需要动啊，但是有部分老游戏它可能需要调整到1到2个核心，比如说虐杀原型。然后显存限制的话也是一般不需要动，但是有一些像这个 GTA 5这类大游戏就可以手动限制在2G 以内。
就防止它崩溃。然后它整体这一排的逻辑就是，如果进不去，我们就换这个兼容层。然后如果这个画面花的话，就是花屏什么的，我们就换这个 DXVK 的这个版本。然后掉帧闪退的话，就换这个 GPU 的这个驱动。然后能玩的话，就尽量就不要去动啊，就是要去动的话，也只一次性就调一点点东西。然后大部分问题，只要是能玩的游戏，基本上自己折腾这些都可以搞定。然后这边我们改完兼容性之后，我们可以到 Steam 这里。Steam 客户端版本就是选择这个最新的，这个是默认的。然后离线模式这个看大家自己的情况，然后自动打开云存档这个也看大家自己的一个情况，这个是自动的。然后这下面有一个是比较关键的，就是如果你需要玩网游的话，这个建议大家开起来，就开起来，然后就可以直接玩网络游戏了。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组件依赖，就比如说你玩某一些游戏遇到这个 UE4 安装卡死，那么你可以去这个组件依赖里面安装新的组件，就把这个 MONO 这个下载下来。然后如果你提示安装这个 C++， 你还是来到这里去安装 VC2022， 就把这个给安装上。这个我是之前弄的，现在就已经有了。那 VC2022。然后还有一个点啊，就是盖世游戏它其实对 Xbox 的支持它并没有那么好啊。Xbox 它这个手柄就是这个模式，就是这个手柄的这个模式，它是没有震动的，它是要用 Apple。这个需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如果你的手柄支持震动，但是插上去切换到 Xbox 模式并没有震动的话，你可以尝试切换到其他模式去试一下，看看它有没有震动啊，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。以上就是两种游戏的安装导入方式以及调仓，实际游玩看大家自己的手机，因为芯片不同，配置不同，一般推荐12G 运行内存以上的随意游玩。然后如果是平板的话就会更好一点，因为散热面积大嘛，过热不会太快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各个设备游玩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为大家演示实际的一个效果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哈迪斯2，看看它实际上游玩的一个感觉啊，然后它多久会降帧过热，就是趁着这个时间公费打游戏了的。好，你看，其实它一开始，我们现在就是性能模式，然后温度也很低，然后可以开始游戏，然后现在是稳在100多帧啊。然后进了游戏它会稍微低一点点。好，现在是满血的，就直接开打吧。你看，其实现在帧率还是非常稳的。我们这个怎么设的呢？就是它能稳在这么高的一个帧数呢？就是第一个。其他的参数没问题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把它的那个分辨率降低了，这样的话它其实就没什么压力，就是稳在120帧好吗？然后整体的操作是非常流畅的。好，它现在降到80帧了，这稍微有一点温度了啊。其实像现在的话，它整体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42度，
所以它整体的这个功耗释放其实是没有那么 OK 了，就撞到了红米的这个功耗墙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如果你还要接着玩的话，就玩这类东西，就是你还是得给它上个这个散热器，就上个散热器就会好很多。就是我们可以来上一下，看看它上了散热器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上不了这个手柄了，我们就得上一个无线手柄或者有线的。你看，一上这个散热器，这个温度一下来，它这个瞬间就回到了100多帧。这个表现还是非常立竿见影的啊，所以这个东西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选择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整体上如果是那个平板的话，它的体验会好很多，就是平板的散热它会很好。这个体验其实非常好了，如果是平板的话，这个体验是真的是绝赞。好。现在我们已经玩了20分钟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整体的温度是在42度，但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背面的温度，背面的温度这一块是很冷的，所以这也是它为什么能够一直运行的原因。好，这是一个点，这个是大家可以注意的一个点。然后这个游戏我就先不演示了。好，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去打它的这个星际战甲。然后这个我先调一下它的这个设置啊，480。1280×588。好，然后兼容性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是极限模式，无限制，无限制。好，左拧，不再提示，进入。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星际战甲啊，这个界面熟不熟悉？然后这个就是要开一下那个 Steam 加速，然后后面是。给上了一下这个散热器啊，然后目前的温度可以看一下，目前这个温度在34度，应该能顶得住啊。可以看得出来整体是很流畅的，这个我是全程把它们锁了60帧啊。OK， 好，可以用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设置。无边框自动，然后60赫兹，然后其他东西全部开到最低。然后功耗，现在也不热，因为有我这个在后面降温，也确实不热。打一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来，
哎，好，进去了。好，进去卡了一下，啊，现在恢复了。也不是不能玩呀，就有点卡而已啊。40多帧、50多帧、60帧，差一点点就稳在60了啊！哎，已经稳在60了。你看这个时候这帧率起来了，我操！你敢想？然后，而且我们调过这个分辨率之后，都是全屏的。这个刷完全没有问题啊！而且这个画面说实话也不差，也没有说到马赛克的那个情况。非常的 nice 啊！OK， 这个表现就非常的不错啊！你看，所以说咱们这样一套其实走得通的哎，真的走得通的哎。然后在鬼泣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帧数也是非常可以的啊。整体看下来，你应该对这个 Gas 游戏有一个相较来说比较全面的了解了。从导入本地游戏到 Steam 游戏在线下载，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软件。特别是还可以直接游玩 Steam 里面的游戏库，甚至连网游都不在话下，这是真的很让我惊讶的一个点。这在此之前我们是真的不太敢想的，想玩啥直接手机一掏，在手机上玩这种高质量的独立游戏，甚至3A 再也不是梦了。我高中那会儿看着那些 UP 主玩主机游戏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够在手机上把那些游戏给跑起来。所以这些视频也算是帮大家打开一个小小的窗口，咱不靠串流，不靠云电脑，真在手机上玩 PC 游戏。喜欢这段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看，也许你手里的这台手机其实比你想的要更强。话说小米啥时候给手机弄个电脑模式，后面外出就不带电脑了，毕竟现在手机性能都过剩太多了。我是云飞，保持思考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